些表述和本次中才文8篇文章的总结来看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篇中才文文章强调的是全球视角的亮成绩单，抢夺国际话语权；第二篇讲的是5大内在逻辑，解释我们成功的根源；第三篇讲直面经济问题，承认温差存在。但是注意，完全没有提到阵痛二字。我看到有些自媒体解读还是用了阵痛这2个字啊，这在理解宏观词汇系统方面属于是基本功不扎实。阵痛在咱们家的官方表述里是有具体含义的，即前面我提到的15年至今这转向的10年里，一些产业必然被时代抛弃所产生的比较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才会用到阵痛这2个字。这一次中才文强调的是什么？是产业转型升级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过程，不是齐步走，而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不同区域行业群体会出现分化，宏观数据同部分微观主体感受会有温差。8篇文章中通关下来没有用到阵痛2字，于是第4篇就给出了具体的方向性指导，讲问题之后强调6大机遇，强调机遇大于挑战。而后面的6、7、8、3篇则更面向国际。第5篇提炼了5大确定性，提供了发展锚点。第6篇强调了我国的包容性发展，展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第7篇强调开放共赢，反驳脱钩断链与产能过剩论。第8篇总结升华，呼吁相信中国，投资中国。不难看出，8篇文章以增加话语权为开端，以提出和回答中国为什么会成功作为贯穿的逻辑，最后闭环为中国经验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范式，至少跟西方的自由民主教那套范式是可以并立的，成为全球国家借鉴学习的模式，完成要以实力获得话语权的这个逻辑链条，形成信心增强的闭环。8篇文章中贯穿着3条主线，那么简单说一下，就是从全球视野切入，并最终回答中国为何会成功。第2条主线是从温差和分化看到机遇多于挑战。第3条主线是从强调我国的内在逻辑到提供全球当代最稀缺的公共品确定性。这部分呢，在内部课程里我可以展开解读，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预约一下本周3中午的直播。那么通篇看下来，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决策层的态度是很乐观且积极的？对比2015年时候的措辞，就能感受到目前决策层对于当前的情况的整体判断是态势向好，未来可期的。这就跟一众靠数据来算命分析的专家得出的结论就产生了矛盾。前天社融数据刚出来的那篇视频里，我就有提到上周3季度经济座谈会的相关报道，就可以看到决策层对于现在部分学者的分析是不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批评的，要求以更全面的长期的视野评估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盯着几个月的数据就得出一个结论，并提出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这4流支撑的理论来作为研究的具体指导。李总那是直接手把手的教研究框架呀，从4流支撑来看经济主体的活力，而不要用单一的投资、社融、主体数量等传统抽象的指标。可以想见，以决策层掌握的更为全面的数据和情况反馈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积极乐观态度肯定是比几个月内的抽象数据通过现有的分析框架得出的这些消极的结论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毕竟统计数据、金融数据专家会看，咱们家的高层也会看呢。我们的高层又不是美国政客那种两眼一抹黑的花瓶。如果高层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进而对美强力反制，并且在30年里第一次在4中全会上审议5年规划，我相信实际情况应该是决策综合评估下认为当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机遇点，迈向近代第一个盛世的重要机遇点。非常应景的是呢，昨天法国的卢浮宫被抢了，不是被盗，是被抢了。加沙那场毫无保障的停火果然还是难以兑现，全美爆发了700万人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国王，其实是反对特朗普的大游行。特朗普在中东、俄罗斯和我们这里都碰壁了之后，又一次埋伏了司机，据说是一场言辞非常优美的交锋。可以说世界原有的经济、法律、政治甚至文化秩序都在快速的崩溃中，这必然带来冲击和挑战。那作为如此深深嵌入全球化的我们来说，虽然难以独善其身，保证不受它的影响，但是确实这也是我们冲破长久以来笼罩在我们的发展前路上的西方垄断秩序的大好时机呀。纵观全球，只有我们拥有着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和可以为世界提供当前最重要的稀缺品的确定性。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未来就是星辰大海，
所以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相信必然会有全新的筹谋。我也会在后续的内容中帮大家进行总结和梳理。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